Hello， 大家好，我是不随色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你们最近都好吗？有没有持续的在学习投资理财呢？那这期影片要跟你分享的是2024年8月份台湾美债 ETF 以及债券 ETF 的配息殖利率比较排名，而且还有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联准会的升息周期正式结束。而且联准会在这一次升息周期结束之后呢，它一口气下降了 0.5% 哦。那我们就马上来看最新的数据。好，那在我拍片的当下是2024年的9月19号，那联准会的会议纪要在2024年的9月18号，也就是昨天已经公布出来了。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最新的联准会的会议纪要。那有几个重点呢，我跟大家分享。那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表格，那我们来看一下失业率的地方。那失业率的话呢，最新的联准会预期啊，今年2024年年底的时候，美国的失业率会上升到 4.4%。那现在美国的最新公布的失业率呢，在9月6号的时候公布出来，失业率是 4.2%。所以呢，也就代表说联准会认为呢，今年啊10月、11月、12月还有3个月的时间呢，失业率应该会从现在的 4.2% 上升到 4.4%。也就是说呢，联准会他们现在已经有悲观的预期。所以呢，等一下我们看到联准会的利率他们的预期的这个政策就已经包含了这个悲观的一个成分在里面。也就是说呢，如果未来失业率从 4.2% 上升到了 4.4%， 那联准会等一下的那个利率预期是不会改变的哦。好，那另外一个会议纪要的重点就是 Core PCE， 也就是核心通膨指数。那 Core PCE 呢，联准会预期今年年底的时候呢，会来到 2.6%。那现在最新的公布值是在2024年的8月30号公布出来的，这个公布值就是 2.6%。那也就是表示说呢，联准会官员他们的普遍的预期预期的中位数呢，是表示说呢，今年的核心通膨就这样一直维持在 2.6%， 后面都不用下降了，都已经是他们的预期范围之内咯。那综合以上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就是经济的前置指标失业率呢，他们已经有那种预期是会变得比较糟糕的一个状况。那通膨的部分的话呢，他们也是有预期，就是通膨不会再下降。那这两个综合的预期之下呢，这19位具有利率投票权的官员呢，他们就投票出了他们的利率点阵图。那其中呢，有7位呢认为今年年底的时候呢，联准会的利率应该会来到 4.5% 到 4.75% 之间。那有9位是预期呢，今年年底的时候呢，利率会来到 4.25% 到 4.5% 之间。那尽管这19位官员他们的利率的预期还是有一点点的分歧，但是呢，相对于后面这几年的预期来讲，其实它已经是非常非常收敛了，算是蛮有共识的一个预期哦。而且我们从这个表格当中也可以发现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那就是啊，未来通膨保持不变，失业率微微上升，联准会的官员呢，他们都还会继续降息哦。好，那这就是联准会他们在2024年9月18号他们的会议纪要的2个重点。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鲍威尔主席在会议结束之后的一个记者访谈。And the labor market has cooled, the upside risks to inflation have diminished, and the downside risks to employment have increased. We now see the risks to achieving our employment and inflation goals as roughly in balance, and we are attentive to the risks to both sides of our dual mandate. In light of the progress on infl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risks, at today's meeting, the committee decided to lower the target range for the federal funds rate by a half percentage point to 4.75% to 5%. This recalibration of our policy stance will help maintain the strength of the economy and the labor market, and will continue to enable further progress on inflation. 那就在鲍威尔讲完这段话之后呢，我们来看最新的美国利率期货交易市场对美国利率的一个预期。那你可以看到这一边，现在市场上的投资人是预期年底，也就是2024年12月18号的时候呢，利率会来到 4% 到 4.25% 之间。几率是高达了 49%， 几乎就是一半的几率呢会来到这个区间。那有 35% 的几率呢会来到 4.25% 到 4.5%。那你有没有发现到现在市场上的投资人他们对利率的降息的预期是比我们刚刚所看到的联准会官员的利率点阵图还要下降的更多。
也就是现在的市场上投资人普遍认为美国的经济应该不是这么的乐观，所以联准会的官员他们应该要再降息的更多才行哦。那 Kevin 研究之后的看法是，现在的话呢，他们开始降息。当然联准会他们是希望这一次可以软着陆，也就是呢通膨压下来了，但是经济呢没有步入衰退。如果他们可以达到这个目标，那联准会这一次鲍威尔绝对是可以载入史册的一个历史记录啊。所以呢他们最后这一里路呢，他们的降息一定是非常的谨慎，他们很怕降太多，结果呢通膨反弹，但是又怕他们降息太少呢，结果呢经济就硬着陆了。那你觉得这次美国的经济会软着陆还是硬着陆呢？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的看法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台湾上市的各产业类型的债券 ETF 的配息殖利率排名。那在8月份的时候呢，总共有7档的各产业类型的债券 ETF 将会除息。那这个表格是不包含美国公债以及一般的公司债券。这个表格呢，主要是一些金融债、电信债或者是医疗型的债券 ETF 哦。好，那我将他们的股票代号、基金名称以及挂牌日期我都放在下面这一边。那这个各产业类型的债券 ETF 当中呢，最新的就是00933B 的国泰10Y加金融债 ETF， 它是在2023年的10月19号挂牌上市的。那其他的产业类型的债券呢，他们基本上都是在2019年的时候挂牌上市的。所以你可以发现到，虽然台湾最近这1-2年的时间有非常多的债券以及美债 ETF 的推出，但是呢，他们主要都是分布在像是公司债券或者像是美债。那如果把它分类到各产业类型的债券 ETF 的话呢，那他们的发行数量就少了非常的多。好，那他们的股价基本上都是在50块钱以内就可以买得到的。那资产规模最大的就是00773B 的中信优先金融债 ETF， 那它的资产规模是来到了886亿台币。那第二名是00933B 的国泰10Y加金融债 ETF， 它的资产规模是来到了610亿台币。那受益人数的话呢，最多的是00933B， 它是来到了13万091人。那00773B 的话呢，虽然它刚刚的资产规模是最大的，但是呢，它的受益人数呢却只有15916人哦。那尽管00933B 呢，它是在2023年的10月份才挂牌的一个新的 ETF， 但是呢，它的受益人数是高达了13万人。那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受益人数的分布，你可以发现到00933B 它的受益人数的分布啊，如果是持有1000张以上的00933B 的人呢，它的占比是高达了 39%。那这 39% 其实看起来是没有到非常的多，因为如果你看另外一档 ETF 00773B 的中信优先金融债 ETF， 它的资产规模刚刚是886亿台币嘛，那这档 ETF 呢，它的受益人数却只有15916人，其中呢有90%的流通股数呢是落在了28个人的手里。那这28个人呢，最少都有1000张以上的00773B哦。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00773B 这档 ETF 呢，它是更受那一种机构投资人或是那种非常大户的投资人所青睐的。那一般的投资人的话呢，其实很少购买00773B哦。那我们再回头看00933B， 虽然它1000张以上的受益人数呢是有73人，但是呢这73人他所占的那种总流通股数呢却只占了 39%， 也就是说呢，它至少 60% 的流通股数呢是在一般的散户投资人身上哦。如果你是一般的投资人，就是你不会一次就购买1000张以上的话，那其实呢对你来讲投资00933B 会比较好，因为00933B 它的流通性是比较高的，因为它大部分的股数呢都是在散户投资人身上，这样子的话呢，它的买卖价差也不会相差太大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内扣费用。那内扣费用是2023年整年度的内扣费用，那最低的是00778B 的凯基金融债20加 ETF， 它的内扣费用是只有 0.28% 哦。好，那我们来看平均票息率。那平均票息率最高的是00933B 的国泰10Y加金融债 ETF， 它的平均票息率呢是来到了 5.5%， 是这些各产业类型债券 ETF 当中呢，它的平均票息率是最高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配息频率。那配息频率的话呢，是00773B 跟00933B 这两档 ETF， 它们是属于月配息的。那其他的 ETF 的话呢，都是属于季配息的 ETF 哦。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9月份的一个殖利率。那9月份单月份的殖利率的话呢，最高的是 00787B 的元大10年 IG 医疗债，9月份的殖利率呢是来到了 1.4%， 是最高的。那其他的 ETF 的话呢，基本上是 1.2% 左右。那如果你是看月配息的 ETF 的话呢，不管是 0073B 或者是 00933B 都是 0.4% 哦。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近世纪的累积殖利率。那近世纪累积殖利率最高的是 00787B 的元大10年 IG 医疗债，那它的近世纪的累积殖利率是来到了 5.5%。那这边要值得一提的就是00933B 呢，它的一个近世纪的累积殖利率是没有完全的，因为呢它在2023年10月19号所挂牌的，所以呢它现在配息到现在为止的话呢是还没有满1年的时间哦。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填息天数。那填息天数越少的话呢，就代表说呢这些 ETF 它们的流动性往往会比较好，而且呢投资人也比较看好这些 ETF。那我们来看一下填息天数最优异的是 00773B 的中信优先金融债 ETF， 它的填息天数的话呢是这几档 ETF 当中呢最快填息的。那 00933B 的话呢其实也是蛮快的，因为这两档 ETF 呢它们都是属于月配息的债券 ETF， 所以呢他们每次配息的话呢金额比较小，那相对来讲呢他们就比较容易去填息啦。好，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存续期间。那存续期间的话呢最高的是 00781B 的国泰 A 级科技债 ETF， 它的存续期间是来到了 14.9 年。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收益平准金。那收益平准金的机制的话呢是有 0073B00863B 以及 00933B， 好，这三档 ETF 它们是有收益平准金的机制。那保管银行和除息日期我都放在下面这边，大家可以自己先去参考哦。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高评级公司债券 ETF 的配息殖利率比较排名。那也是一样，股票代号、基金名称以及他们的挂牌日期我都放在上面这边。那这些呢全部都是高评级的公司债券 ETF 哦。那股价的部分的话呢也是一样，一股在50块钱以内就可以买入了。那资产规模最大的是 00751B 的元大 AA 至 A 级公司债 ETF， 它的资产规模是已经来到了1645亿台币。那第二名的则是 00772B 的中信高评级公司债 ETF， 它的一个资产规模是来到了1298亿台币。好，那受益人数的话呢，一样是 00751B 的元大 AA 至 A 级公司债 ETF 是最多的，它的受益人数是来到了96984人。那第二名的 00772B 呢，则是来到了67838人。那这边有一档 ETF 值得提起，那就是 00777B 的凯基 AAA 至 A 级公司债 ETF， 它的资产规模是来到了583亿台币，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到它的受益人数真的是非常的少啊，它的受益人数只有190人。那我们把他们受益人数给摊开来看，你可以看到这一档 ETF 呢，它有 99.85% 的流通股数都是在13个人的手里，也就是说这一档 ETF 几乎全部都是机构投资人在持有的，一般散户投资人啊基本上都不会去碰这档 ETF 啊。像这一种 ETF 99% 以上的流通股数都是在少数人手里的，大家你觉得这种 ETF 值得去买吗？好，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你们的看法哦。好，那另外一档 ETF 是00853B 的统一美债10年 AA 至 A 级公司债 ETF， 这档 ETF 呢，它的规模就比较少，它只有30亿，但是呢，它的受益人数呢是分散在4053人，比我们刚刚看到的 00777B 的还要好一点。因为这档 ETF 呢，它相对来讲是比较分散的，虽然它还是一样有 67% 的一个流通股数呢被极少数人4个人所占有，但是呢，它的一个流通股数呢至少有 30% 几呢还是被散户投资人所持有的。但是如果你说要高评级 ETF 当中呢去找一个比较优异的分散比较好的 ETF 的话呢，我是觉得 00751B 的元大 AAA 至 A 级公司债是比较好。那虽然这一档 ETF 呢，它也是一样有 60% 以上的流通股数呢是被少数人所持有的，但是剩下 40% 呢是分散在了96000多人身上。那这种 ETF 的话呢，它的流动性相对来讲就会比较高。好，那这边可以帮跟大家补充的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看受益人数因为受益人数如果比较少，就是说它这档 ETF 呢几乎都是机构投资人或者是那种高净值资产的人去持有的，那也就代表说呢这档 ETF
它的命运就会被这些少数人所掌握。而且如同我刚刚所讲的，因为它被少数人所掌握，所以它流动性呢就会非常的差，也就是说它的买卖价差可能会非常的大。特别是当你急着想要脱手，结果没人要买的时候呢，你就要用非常低廉的价格去将你手中的 ETF 给卖出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回到配息表。然后我们来看内扣费用，那内扣费用最低的是 00751B 的元大 AA 至 A 级公司债 ETF， 它在2023年的内扣费用是 0.26%。那平均票息率的话呢，最高的是 00777B 以及 00792B 这两档 ETF， 他们现在的平均票息率是来到了 5% 的平均票息率。那配息频率的话呢，基本上都是属于季配息的，有两档 ETF 呢，它是属于月配息的，分别是 00772B 的中信高评级公司债 ETF 以及 00942B 的台新美 A 公司债20加 ETF。好，那9月份的殖利率表现最优异的是 00751B 的元大 AA 至 A 级公司债 ETF， 它的9月份殖利率呢是来到了 1.3%。那第二名则是 00792B 的群益 A 级公司债 ETF 以及 00836B 的永丰10年 A 级公司债 ETF， 它们是 1.2%。那这是季配息的 ETF 当中的排名。那如果是月配息的话呢，月配息的这两档 ETF 它们都是 0.4% 哦。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累积4季的殖利率表现。那最优异的一样也是 00751B 的元大 AA 至 A 级公司债 ETF， 它的近4季累积殖利率是来到了 5% 的高殖利率哦。那填息天数表现最优异的是 00772B 的中信高评级公司债 ETF。那如果是存续期间的话呢，基本上这几档 ETF 它们存续期间就是在14年到15年之间。那收益平准金的机制的话，除了有两档 ETF 它们是没有收益平准金的机制，那其他的 ETF 都有。那哪两档没有呢？那就是 00777B 跟 00792B 是没有收益平准金的机制。那保管银行我放在下面这边，如果你想要省下你汇款的手续费，也就是你每个月或是每一季领到利息的时候呢，你想要省下那些手续费，那你就可以选择你的收款银行要跟你的保管银行相同哦。好，那除息日期的话呢，我也放在下面这边，大家可以自己参考。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公司债券 ETF 当中的投资等级公司债 ETF 的8月份配息殖利率。那投资等级的公司债 ETF 在8月份配息的有5档，那非投资等级的公司债 ETF 呢有3档。那我一样将他们的股票代号、基金名称以及他们的挂牌日期我都放在上面这一边。那股价的话呢也是非常的便宜，都是在一个铜板价以内就可以购买了。那资产规模最高的是 00937B 的群益ESG头等债20加 ETF， 它的资产规模是来到了2202亿台币。那第二名的则是 00740B 的富邦全球头等债 ETF， 它的资产规模是来到了637亿台币。那在收益人数方面，最高的一样也是 00937B 的群益 ESG 头等债20加 ETF， 它的收益人数是来到了320720人。那我觉得 00937B 这档 ETF 其实还蛮不错的，因为这档 ETF 呢，它除了资产规模是高达了2200亿台币嘛，是所有债券 ETF 当中呢规模最大的一档 ETF 之外呢，它的收益人数也是非常的多，是来到了32万多人，而且它的收益人数是非常的分散的，它吸引了非常大量的散户投资人哦。我们直接看它的收益人数的分布图，你可以发现到这档 ETF， 如果你是持有1000张以上的投资人呢，它的占比呢只有 29.39%。我们刚刚所看到那几档 ETF 都超过了 50% 以上，也就是说呢，这种 ETF 呢，他们相对来讲，他们就比较不容易被一些机构的投资人所控制股价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2023年的内扣费用。那2023年的内扣费用最低的是 00740B 的富邦全球头等债 ETF， 它的内扣费用是 0.31%。那这边的话呢，有3档 ETF 呢，他们是没有2023年的内扣费用。那除了他们那个时候呢，可能只光挂牌上市，所以呢没有整年度的之外呢，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是今年才挂牌的，所以呢他们也没有2023年的内扣费用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平均票息率。那平均票息率最高的是 00945B 的凯基美国非头等债 ETF， 它的平均票息率竟然高达了 8.3%， 是非常非常的高。那第二名则是 00741B 的富邦全球非头等债 ETF， 它是来到了 6.8%。因为这两档 ETF 呢，它们都是属于非头等债 ETF。那非头等债呢，本来就会提供比较高的一个票息率，因为它风险比较高。所以呢，它要提供比较高的一个票息，才会有人去投资嘛。所以这两档 ETF 呢，它们的票息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配息频率。那配息频率的话呢，有没有发现到
几乎全部都是属于月配息的 ETF， 只有 00862B 的中信投资级公司债 ETF 以及 00710B 的富邦彭博非投等债 ETF， 它们是属于季配息的，其他 ETF 都是属于月配息的 ETF 哦。所以我们现在投资人真的是有非常多的月配息的债券 ETF 可以进行选择啊。好，接下来我们来看9月份的一个殖利率表现。那9月份殖利率表现最优异的是 00862B 的中信投资级公司债 ETF， 它的9月份的殖利率表现是 1.4%。那第二名的话呢，则是 00710B 的富华彭博非投等债 ETF， 它是来到了 1.2%。那我们刚刚看到的 00945B 的凯基美国非投等债 ETF， 它的平均票息率是来到了 8.3% 嘛，但是呢，因为它是一档月配息的 ETF， 所以呢，它的一个单次配息9月份的殖利率呢是 0.7%。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近世纪的累积殖利率表现。那累积殖利率表现最优异的是 00741B 的富邦全球非投等债 ETF， 它的近世纪累积殖利率是来到了 6.4%。那第二名的话呢，则是 00740B 的富邦全球投等债 ETF， 它是来到了 6% 的殖利率。好，那天期天数、存续期间跟收益平准金的机制我都放在下面这一边。那你可以发现到收益平准金的机制这些公司债 ETF 全部都有收益平准金的机制。我相信呢，在未来可能1-2年内的时间几乎台湾上市的一个 ETF 会有更多的 ETF 呢都会再纳入收益平准金的机制哦，甚至呢他们可能会从季配息 ETF 呢就转换成了月配息的 ETF。好像是 Kevin 最近看新闻就有发现到 00878B 这档 ETF 这是股票型的 ETF 呢，它就要从季配息呢有想要转换成月配息的 ETF， 因为他们发现到很多 ETF 它只要是月配息的不管它的成分是怎样或者它的最终领域是什么，它的一个夯度都会上升。但是我们投资人在选择这种债券 ETF 或是股票型的 ETF 的时候呢，你想要领利息，你最终还是要看你的总报酬率不要因为它是月配息的 ETF 就想说这种 ETF 就是最好的，然后你就忽略它的总报酬，这样子你可能你只是领到利息，然后呢钱只是从左手换到右手，你根本就没有赚到钱哦。假的。好，那保管银行跟它的除息日期我也放在下面这一边，你可以自行前期参考哦。那这边我要跟大家提到一点，那就是内扣费用其实跟你的收益率是没有呈现正比的一个关系。因为我听到一些投资人呢，他们就想说我付出比较多的成本基金的一些管理费，所以呢他应该会给我比较高的报酬，但其实呢是没有呈现正相关的像是这边富邦全球非投等债 00741B， 它的内扣费用是高达了 0.82%， 但是呢它的票息率却只有 6.8%。 相比之下呢，富华彭博非投等债00710B 呢，它的一个内扣费用呢仅有 0.46%， 但是呢它的票息率呢也高达了 6.1%。 你可以发现到这个内扣费用几乎就相差了1倍，但是呢他们的票息率其实没有相差多少哦。好，那最后我们来看台湾的美国公债 ETF 的8月份的配息殖利率。那这次呢总共有7档的美国公债 ETF 会在8月份进行除息，那他们的股票代号、基金名称以及他们的挂牌日期我一样都放在上面这边。那这些美国公债 ETF 呢，他们的挂牌日期呢距今呢都有超过5年以上的一个历史咯。那他们的股价的话呢也基本上都是落在30块钱到40块钱之间。那他们的资产规模最高的是 00687B 的国泰20年期的美债ETF， 它的资产规模是来到了2419亿台币。那受益人数的话呢，也是这一档 ETF 最多，它的受益人数是来到了27万哦。那这档 ETF 它的流动性通常都会比较高，因为有非常多的投资人持有嘛，它的知名度比较高。那你要买卖的话呢，也会比较容易哦。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内扣费用。那内扣费用的话呢，最低的是 00779B 的凯基美债25加 ETF， 它是 0.14%。那平均票息率的话呢，最高的是 00764B 的群益25年期的美债 ETF， 它的平均票息率是 3.9%。那配息频率的话呢，这几档 ETF 全部都是属于季配息的 ETF。如果你要找月配息的 ETF， 你就去找公司债 ETF。好，接下来我们来看9月份的一个殖利率表现。那9月份殖利率表现最优异的是 00687B 的国泰20年期的美债 ETF。
它的殖利率呢是来到了 5%， 难怪这一档 ETF 不管是资产规模还是收益人数都这么的高，它的一个配息表现的话呢是真的还蛮不错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填息天数。那填息天数的话呢，最优异的是 00859B 的群益0到1年的美债 ETF， 那它的填息天数平均就是在20天以内呢就可以填息完成了。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存续期间。那存续期间的话呢，在8月份配息的美债 ETF 当中啊，不管是短期的、中期的还是长期的美债 ETF 都有哦，大家可以自行前去参考。那收益平等金的机制的话呢，只有2档 ETF 有收益平等金的机制，分别是 00687B 的国泰20年期的美债 ETF 以及 00764B 的群益25年期的美债 ETF。这2档 ETF 有收益平等金的机制，其他 ETF 是没有收益平等金的机制哦。好了，保管银行跟除息日期我都放在下面这边，大家可以自行前去参考哦。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想要每周都可以定期的拿到我分析的数据，像是联准会的一个最新消息，以及美债券 ETF 的分析表格的话，你可以订阅我的电子报哦。那只要 Kevin 有拿到最新的经济数据，或者是我有分析新的表格，我都会在第一时间呢寄送电子报给大家哦。好，那我是不随着股市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如果你觉得影片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个赞再走。那 Kevin 持续输出不易 ，Kevin 非常需要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好，那接下来，那我们先来看台湾的其他产业债。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台湾的其他产业债，其他各产业各产。